为什么你怎么努力生活都不见起色呢？因为你的认知与真相正相反。你一定要时刻记得一个正知见，就是相由心生。在忙碌的生活中，我们总是习惯于把解决外面的事儿看得更重要，修行排在后面。殊不知这是彻底的颠倒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外在的一切都是心的投射，投影源不变，投影怎么会变呢？眼前的一切人事物已经是果，如果想让投影转变，你必须改变心念。因不变我能变吗？而改变心念，还不是一丝一毫的改，而是猛烈的改，是小到细微处的绝招。忏悔改得越彻底，投影转变的就越快，这就叫道法自然，这是规律，按规律办事的就是神。所以修心善护念才是第一位的。当然，如果这种认知的转变忽然间在某一天扎进了你的心里，那么恭喜你，这是一个里程碑，意味着你修行之路真正开始了。你一定会分清主次，更精进的学习，更精进的自察自省，更精进的感恩利他。而事实上，这跟你的生活也并不冲突，因为生活即是道场，每分每秒每件事，每个人都是你修心的练习题。现在开始每天说这5个字，虽然很简单，但你做到了，接下来5年你都能活得很顺心。如果你觉得自己最近过得很不顺，别人问起你的状况，千万不要抱怨发生了什么，也不要解释原因，只要笑着回答这5个字就可以了。记住，一定是面带微笑，发自内心地说出这5个字。你重复的次数越多，你内心就会越笃定，心情也会变好，身体也会越来越有活力，周围的关系就会越来越和顺。这5个字就是会越来越好。为什么这5个字这么简单，却有这么大的魔力？接下来我从心理学角度给你3个原因，最后一个原因是你从没听过的，但只要你能理解，真的会让你接下来的生活发生巨大的改变。首先，第一个原因，你身上所有发生的一切都是你自己吸引来的，这就是吸引力法则。当你跟别人不停地谈论自己不好的时候，无论是说最近大环境不好，赚不到钱，压力大，还是说夫妻矛盾，婆婆怎么不好，孩子不听话，身体不舒服等等，不管你说的是哪方面不好，你要知道你发出什么样的信号，你就会获得什么样的结果。这就是自我暗示的力量。你告诉别人自己这不好，那不好，这不如意，那不称心，你也就是在告诉自己这里也不好，那里也不好，你都笃定地说自己不好了，那你自然就好不起来。其次，你去和别人诉苦的时候，等于你是在博取别人同情，你需要别人的关怀，你就会在潜意识里面让自己变得虚弱。你想想，当你说不好的时候，你会喜笑颜开的时候，还是愁眉苦脸地说，
你是不是这种愁眉苦脸就会变得很虚弱？而当你说出越来越好的时候，你会自我暗示，就是在告诉自己，你有能力让自己变得更好，你有能力遇到贵人，你会带着你自己越过越好，你潜意识里的自我也会越来越强大。最后一个原因，心理学有一个理论叫做具身认知，说的就是生理体验与心理状况之间有着强烈的联系。当你感觉开心的时候，你会不由自主地笑出来，而当你笑起来的时候，你的心理状态也会跟着开心起来，而且越来越好。就是一个动态表达，它会带着你动起来。你要知道，很多时候我们过不好，是因为我们总停留在想的层面，想到困难就会让我们没有行动力，想得特别美好又会让我们遇到一点困难就退缩，而越来越好是在不断提醒我们要行动起来。行动就是对抗焦虑最好的妙法，也是让我们生活变得越来越顺的动力。所以当别人问起你的处境的时候，你就笑着说这5个字，会越来越好，身体很好，工作很好，老公很好，孩子很好，一切越来越好。相信我，你每天都这样不断地去重复，你内心的焦虑和不安就会越来越少，生活自然就会越来越好。在评论区为自己赋能，会越来越好。同时别忘了点个赞，让爱的能量传播，付出爱才会得到爱。心念变了，人生就变了。要知道，外在的一切都是心的投影。这句话意味着这一生你遇到的一切人事物都已经是果，改变果是没用的。因此看似你在挣扎在努力，可实际上还是逃脱不了命运的轨迹。只有转向内去改变投影源，果才会随之改变。这就是为什么修行人的命算不出来，虽然他也无所求，但正是因为无所求，才会妄念少。心干净了，命运也就变了。这就像个副产品，水到渠成。这就是心静则国土静，人能常清静，天地悉皆归。所以就像王阳明先生说的，不用操心你的人生，只要操心你的良知。那具体该怎么做呢？我总结了3个心，每天坚持做，一定会越来越好。第1个心，感恩之心。感恩是最快的转变方法，比冥想打坐都要快。它能瞬间带你从低维回到高维，因为爱是生命的本质，是最高的能量。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，心怀感恩之人将被赐予更多更富裕，不懂感恩的人连他所有的也要被夺取。所以你每感恩一次，都是在给自己积福；每抱怨一次，都是在给自己消福。因此从一睁眼，我就开始感恩，感恩真正的自己早已圆满，感恩一切人事物都是为我而来，启发我回到圆满。感恩这一生获得的所有金钱，使他们让我可以生活，可以孝敬父母。感恩阳光雨露，
感恩口中的大米，感恩种米的、运输的、销售的人等等，看什么都先感恩，这就是在练习转念。从小我活回了真正的自己，只要做了，你就会发现什么抱怨、痛苦、焦虑通通都插不进来了，只有满足和开心，这样你就维持在了高能量。第二颗心，无念之心，外面没有别人，一切都是心的投射，心才是真实，才是真正的你。所以你要学会跳出来看人生，接受一切影子。比如这2天我起了个大脓包，特别疼。以前我会担心，会委屈难受，现在我只会接受，受了，一受就了。这就像个电影，因缘到了就会生病，生病是果，也就是在消业。能量耗尽了，自己就消失了。所以有啥好胡思乱想的呢？其实这是好事儿，我只是一个旁观者，演啥咱就看啥，欣然接受。该治疗治疗，但不挂心，哪怕是生死也是如此。生也不是真的生，死也不是真的死，肉身只是投影，灵魂才是真的自己，是不生不灭的。所以还有什么可执着的呢？还有什么非要怎样不可的呢？总结一句话就是，一切皆有定数，但我只是旁观者，接纳，不抗拒，不执着，就没有杂念。无念就是正念，正念就是正心。第3颗心，利他之心，一切都是你心的投射，因此只有你，利他就是利己。所以爱是生命的本质，是道，道是规律，按规律办事的就是神。你看解放军为什么能在那么恶劣的条件下获得胜利？因为毛主席提出了5个字：为人民服务，利他才是合乎道，才能调度出生命无限的潜能。换句话说，老天才会帮你。所以每一个起心动念都想，我能为家人、为别人做点什么呢？经常这样转念，你的心量会越来越大，眼界会越来越宽，气场强了，能量高了，自然汇聚同频的人事物。综上所述，众生为果，但菩萨为因，改变投影源，清净心念才是根本。所以不用焦虑恐惧，你只要活出3颗心：感恩心、利他心，还有遇事时的无念之心。修心是人生重要的课题，然而千万不要着相修行，否则会越来越执着，越来越痛苦。真正觉醒的人和常人看起来没有区别，不一定非要穿什么样的衣服，说话有多慢等等，区别在于他对待一切人事物，在每一个瞬间都比普通人更随缘，更包容，不执着，没烦恼，任何处境下都可以无条件的快乐平静，至心一处。为什么他能这样呢？因为他明心见性，也就是明白生命的真相。六祖说，不识本心，学法无益，
心经》中讲，照见五蕴皆空，度一切苦厄。你只有看破人生的真相，才可能解脱一切痛苦。是一切外在的一切都是心的投射，心就像镜子，遇到什么样的因缘，照出什么样的影像，这些幻影的结合就是人生。因此物化世界并不真实。比如一支笔，你认为是笔绿色的能写字，小狗认为是磨牙棒，而且在它眼中是灰白色。联想一下蚂蚁呢，外星人眼中呢，谁知道呢？反正不是你眼中的世界。因此人是着相了，抓取那个幻影，以假当真了，真心就扭曲成了妄心，开始分别执着，有了贪嗔痴慢疑，求而不得就是痛苦。听到这里，你是否明白了？真正的你一直都是觉醒的，一直都是平静圆满、丰富自在、无限可能的。镜子始终都没变，照出大便也不会影响镜子，不是吗？所以自信本心不用修，修的是啥？是以假当真的习性。是你忘了你是镜子，才会把影子当真去分别执着，有了痛苦。所以痛苦是一场误会。那么唯有看破真相，在生活的大事小情前改变以假当真的习惯，不误会了，不执着了，不就没有痛苦了吗？这才是真的修行，是心的转变，一切都是心法。而现在很多朋友不知道这个真相，全部还是在相上去修，本质上还是在梦中想要改梦。比如修行不是你认为的放生，你放再多的小动物，假如心里还是执着、抱怨一大堆，不识真相，继续以假当真，那一切也不过只是图个心理安慰。你不仅解脱不了痛苦，可能还会因为没放生了，或者其他一些变故而徒增烦恼。真正的放生是放过自己，放过人生，一切都是梦幻泡影。观自在，看破真相，放下执着，当下回归真我，自然自在。再比如修行也不是盲目的吃素，你虽然吃着素，但心里特别想吃肉，只是为了求什么得什么而吃。这个求的是谁呢？想要得到的又是什么呢？这不还是在着想，还是以假当真的执着吗？只不过执着的内容变了，以前可能是执着学习成绩，现在改成执着功德了。如果是这样，当初的梁武帝以举国之力兴建庙宇，绝对比任何人都更有功德。但是达摩祖师说你没有功德，为什么？因为你还在以假当真，还在梦里，顶多有福报，但不管是好梦、坏梦，不还是在梦里吗？真正的你，自性本心本自清净，不生不灭，本不动摇，能生万法，本自具足。你觉得是在梦里继续做梦好，还是活出真正的自己好呢？抓取是小我的聪明，而放下是真我的智慧。
抓住定会有求而不得的苦，而放只会有平静、从容与自在。如果一个人可以一路放到底，就证明他已经活回了真正的自己。别误会，放下可不是摆烂，而是更高的智慧。为什么你总是紧张焦虑，活在人生败局中，而有的人却可以轻松自如地赢呢？因为你们的赌注不同。孔子给颜回讲过一个道理，一场赌局中最重要的是什么呢？既不是技巧，也不是运气，而是你下的注。为什么呢？你看，有人拿瓦片当赌注，他赌得自如潇洒，因为不在乎这个瓦片，所以不急不躁，稳扎稳打。有人拿昂贵的带钩，就是古代的贵族或者是文人武士腰上别的那个挂钩，彰显身份用的，拿它当作赌注，他赌的就战战兢兢，因为总担心带钩会输掉，所以心存恐惧，手脚背数。而那些拿黄金当赌注的人，在赌局还没有开始的时候就心神混乱了，结局可想而知，因为他太在乎结局了，患得患失，所以气度和魄力全无。听了这个故事，你有什么启发呢？有多少人都是因为把自己的幸福赌在一件事上，一个人上而陷入了困境，走不出来。你太在乎他了，太看重他了，才会稍有不顺就被他折磨得死去活来。但关键是你还不能怪他，因为外界的一切本来就是无常的，人也无常，事也无常，是你非要在变化中求一个不变，才会反被他控制。说到底，还是咱自己没有看清真相，犯了迷糊才会白白受苦。那该怎么做呢？抓住是欲望，放下才是智慧。当你放下的那一刻，一切死结便解开了，解决问题的方法也会不期而至。那么什么才是真正的放下呢？放下不是放弃，不是对人生绝望，干什么都提不起兴趣，没有动力，而是要随缘，身受而心不受。举个例子，什么叫执着呢？我要抓着它，这叫执着。什么叫放弃呢？我不要了，把它扔掉，这叫放弃。什么叫放下？就是放在这儿，一切随缘。你看不抓也不放，是不是很轻松？缘聚它出现了，缘散它自己也就消失了。你只是接纳它，允许它如其所是的存在，但不介入。什么叫不介入？就是不会把注意力放在他的身上，去评判好坏、对错、得失，进而执着痛苦，随他怎样都行。为什么？因为不管是好还是坏，都是梦幻泡影。人生并不真实，外在的一切都是心的投射。这个小你正在经历的一切，不过是曾经意识印记显化出的幻影。既然是影子里，它干嘛？打个比方，真正的你是幕布，而人生就是前面的电影。不管电影演了什么，幕布会去抓取或者放弃吗？不会，你只会是如如不动。所以六祖说，
真正得你本自清净，本不动摇，不生不灭，本自具足，能生万法。你之所以会抓取，是因为执着这个影，把电影以假当真了，才会执着。求而不得就是痛苦，所以本没有痛苦需要解脱，痛苦不过是一场以假当真的误会。所以佛讲经，前面讲苦集灭道，到后面讲到大根器的时候，会告诉你本无苦集灭道，一切不过就是误会。当你能够看清了这个生命的真相，不再误会了，也就没有了痛苦。以上是执着有的痛苦。有意思的是，很多朋友会走向另一个极端，执着空，我放弃了，摆烂了。其实执着有还是执着空都一样，都是谁在执着呢？是小我，有个能执着的小我，有个所执着的情景，有能有所，你还在迷中，还在攀援啊。为什么？因为本无我呀，小我只是念想，只是幻影剧中的角色而已。真正的你是幕布。比如很多人执空，这段感情太痛苦了，我不要了。你美其名曰是放下了，其实只是放弃。你不要这段了，心里还想另外一段。你是对情感的渴求没有变，还是把人生以假当真，还是活在小我中，就一定还会心随境转。再比如挣钱太难了，我放弃了，或者没动力摆烂了，反正一切都是梦幻泡影。你这个不叫放下，而是觉得太难了，没有信心了，正好找这个为借口。真正觉醒的人不会因为难而放弃，也不会对结果有什么执着，而是接受现实，勇于承担。既然活在人间，因缘就一定会以人事物有形有色的相出现，那么缘分到了，我就需要挣钱养家，那就去挣。但是中间的波折也好，困难也罢，干扰不了我。为什么？因为一切是梦幻泡影，真正得你本自具足，能显化出一切，无限可能。所以你不会患得患失，情绪内耗，而只会保持平常心，脚踏实地地做好当下可做之事。至于结果，你也不会执着，好也好，坏也罢，都能接受，因为都是梦幻泡影。所以你轻装上阵，但又绝对的自信，轻松而又持续地努力着。虽然你无所求，但结果怎么会不好呢？就算因缘聚合还是不好，你也不会被它影响。什么事情来我接受它，面对它，处理它，同时内心始终放下它，一如既往的平和乐观，积极自信地度过每一天。身随缘了就业，心无喜亦无忧，这才叫真正的放下。外面的一切跟真正的你都不相干。有缘人，感谢你看到最后。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，请按个赞给我响应，留下放下二字。愿你放下执着，放下不甘心，从今以后只负责精彩自己的人生，往事不回头，
未来不将就，你若盛开，清风自来。还没有订阅频道的，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，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。随缘加入会员，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，随喜转发，传播善知识，功德无量。